那个叫什么旗舰配置千元化相机控制键，我是直接把它关掉了，都是对苹果的拙劣模仿。所以其实外观上有槽点，但其实用起来没大问题。用不像理想，看着不咋样，但是很实用。拍产品的时候我经常用大师模式，拍吃的时候我会用普通模式。小米、vivo 都在做影像套装，不一定很多人去选购，但你需要去做。其实品牌影响力也好，都有回升，最好不要做，还是干不过 vivo。很均衡的影像旗舰，恰恰是我把它当做主力的原因，是你心目中现在最好的国产低音用 i， 就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在我心里也是。流畅性这个东西是很多厂商忽略的，不说友商了，主要就是小米软硬件上各种对标苹果，缺少了自己灵魂。其实这件事本身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能一味的照搬。但凡想买一台安卓机，首先想到的第一个是 OPPO， 我觉得这就是 OPPO 的策略。官方宣发别这样，对，让我们媒体来说就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。那本来呢，我们想做一个 OPPO Find X8 Ultra 的就事18天。不过呢，我们在回顾这款产品的时候发现啊，我们工作室有4位小伙伴都把这款产品当做主力来长期体验，所以这款产品呢，就是这一整代新的安卓旗舰里，我们工作室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了。所以呢，与其我自己去分享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体验细节，我呢更想和这些使用 X8 Ultra 的小伙伴们来聊一聊这款产品到底哪里吸引到他们了，到底呢 OPPO 哪里做对了，哪里还有待提高，并且 OPPO 以后在产品上还有什么能够提升和改进的地方。我们先从外观产品本身来聊吧。你俩觉得这个外观好看吗？第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缺少那个辨识度。A3还是 A5 Pro 就也有一个就大圆饼，也是涂黑了的。那个叫什么旗舰配置千元化？我觉得外观属于是耐看，但是没有前2代那么有辨识度了。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双刃剑。你像 X6 Ultra 和 X7 Ultra，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吐槽丑，辨识度也够，一拿你就知道它是 OPPO 的超大杯。但是到了 X8U 以后，我也是觉得辨识度应该没人会觉得 X8U 辨识度好。认识我这个粉色吧，就知道，没人知道的，放心吧，没人知道的，没人知道的。那个粉色没有那么多人在乎。但是外观上，我是觉得 X8U 就用起来是挺好的，说实话。手感有问题，我就觉得我本来手已经算比较大了，我换之前就是X7 Ultra，X8 Ultra 比X7 Ultra 多了0.4毫米左右，但是你别看数字。X7 Ultra 是曲面的，对，手感和宽度它肯定是不如上一代好，但是它这个手感和宽度还是大部分人是能接受的。你不像14 Pro Max 的那个直角中框，但是到了15 Pro Max， 到了16 Pro Max， 其实就能接受了。我觉得 X8U 也是类似的。我不知道你俩对这个外观上有没有其他槽点，就是我除了觉得它的辨识度差了一点，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它的相机控制键。我是直接把它关掉了已经。正常手指搭上去是这里的，如果你要够它，要很别扭的手势。尤其是等16 Pro Max 出来以后的这些安卓机，加那个相机控制键，都是对苹果的拙劣模仿。但它其实有一点没学到苹果的精髓。苹果那个键它其实是个可以按压，苹果那个键我用了很多，因为尤其你拍视频的时候，我可以按压下去，我就可以一直录视频了。那它会给我一个物理的反馈，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按下去了。所以其实外观上有槽点，但其实用起来没大问题。用不像理想，看着不咋样，但是很实用。我是希望 OPPO 能给多几个 SKU， 然后不同材质双拼一下，这样的话它的辨识度确实会更高。你像我本身不怎么玩游戏，我其实对色亮要求没那么高，我是希望有个素皮版本，然后让这个手机的辨识度更好一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觉得聊聊它本身的一些体验细节，你俩用起来有没有什么槽点，或者是觉得比上一代做的更好的？我觉得比上一代做的更好的是它按键手感比上一代更好了。没有多余的松动，小米是很松动。但我觉得有个大问题，X6 Pro 它是左边音量键，右边电源键，你要盲按截图，这样就行。但是你现在这一代，有时候我是经常的，要么按到音量键，要不直接熄屏了。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之前提到的，就我觉得它音量键可以做成上下分离式啊，是的，我盲按。你按到有时候按到中间我也按过，按中间它其实没反应的。那个 AI 键你们用的多吗？多，用小步记忆我觉得特别好用，按下它就直接帮我记一个东西。我是因为那个需要记行程什么，我就直接发给嘉伟了。就原来是这样，有真脚步，真人工智能。这个按键我就直接调成勿扰，或者是静音键，对，自定义嘛。啊，你也是这个功能，对，咱俩一样。因为我的习惯，我是常年是把它调成是震动模式，震动的。哦，对，我不行，我有消息来了，我回不了，嘉伟又骂我。因为我不太喜欢说打字那种声音啊，我不太喜欢外放这种感觉。我在拍点什么东西，我在拍个副驾驶，突然它一直在响，噔噔噔噔，很烦，这挺烦的，挺干扰的。你像你平时用什么模式用多？X6 Pro 大一开始我是很喜欢大师模式，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它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，放大它少了数码位。我希望就是
可能下一代 OPPO 能不能像小米那样，徕卡经典直接有算法又有味道？我个人如果仅从色彩上来讲，我会更喜欢大师模式，但是我很多时候因为普通模式它的色彩一致性会更好，就是你要求解析力的时候它会更好。跟我一样2选1纠结了。但我觉得其实 OPPO 在这方面取舍还是挺好，你切换很方便。拍产品的时候我经常用大师模式，拍吃的时候我会用普通模式。大师模式就拍一些，比如说注重阴影细节的时候会显得很有档次，比如说拍一些产品咖啡对那种拍一些深色系的东西，它就很有档次。但如果要拍一些明亮的东西，比如说拍食物的点，它就还原不出那种就没有食欲了嘛。然后其实还有就是这一代大师去增加这个色卡。而且包括它这个柔光3档柔光，有时候拍出来就很像理光的感觉。还有一点，你们觉得 OPPO 的影像双潜望的策略对还是不对？或者说下一代你们觉得它有没有可能继续坚持双潜望这个策略？X9 Pro 的爆料就是说会上一个1.56英寸的2.1像素。OPPO 这一代的长焦的问题在于是它大底算不上大底，长焦又拉得不够远，这其实也导致它现在目前它跟 X200 Ultra 在销量上区别也挺大的。X200 Ultra 之所以能打出口碑，包括X100 Ultra， 其实靠的就是综艺，靠歌手一个节目。就大家对于 vivo 的印象就是它的长焦很好。我要去看演唱会，我可能考虑的第一点，我想到的就是 vivo。就是刚才提到销量，我有一个观点啊，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 OPPO 其实这2年的或者这2代产品，软件也好的硬件也好，其实品牌影响力也好都有回升，但是最后落实到销量还是干不过小米，叫好不叫座，还是干不过 vivo。但我其实持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，就你不是说你 OPPO 做对了一代，然后马上你的销量就能够追到，因为 OPPO 之前做了两三代，之前软硬件都不太行，是吧？对，之前软硬件都不太行。现在它虽然做好了，就比如说这一代超大杯，我最爱用的肯定是 X86，你让反馈到终端市场，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。其实 vivo 的好处是在于它想得很透彻，它的 Ultra 它就是要做一台 V 单。我就把一个点做到顶。OPPO 当时宣发在于什么呢？我要做全方面都很均衡的影像旗舰。这个恰恰是我把它当做主力的原因，因为它的影像对我来说绰绰有余了。虽然我知道它的望远能力没有 vivo 或者华为强，然后可能夜景也没有 vivo 或者华为强，但是满足我的日常需求绰绰有余了。然后它的手感、它的轻薄反而是能打动到我。但这个可能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，它是一个需要更长时间练或者去感知的一个点，它不是那种像一个参数一个卖点，我在广告里3秒钟马上就能给你展示出来的东西。系统方面，你们觉得 ColorOS 15表现怎么样？是你心目中现在最好的国产定制 UI 吗？是了，我觉得是。这你是吗？不用解释，就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在我心里也是。流畅性非常非常好，包括易用性也非常非常好。你像它没有小米相册的那些问题，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。就不说友商了，主要就是小米只向 OPPO 学习，真的，因为 ColorOS 13的口碑是很一般的。我觉得15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流畅性特别好，尤其在那个时候各家还没有并行动画，然后它上岛，然后那个动画做得非常非常丝滑。流畅性这个东西是很多厂商忽略的，但是最后反馈到大众消费者的体验，它恰恰还是最重要的。最后2个话题吧，就是 OPPO 应该是今年或者这一波最先开始超苹果的。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？OPPO 作为一个大厂，软硬件上各种对标苹果。2方面来看吧，短期内它确实是在营销上吸引了更多消费者，很多苹果用户看到这台手机之后喜欢上了，这是对确实会转化销量。对，但是长期我是不建议长期这么学的，长期抄袭没有自己的东西，缺少了自己的灵魂。一个俗话说好就是什么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对不对？好的东西你可以学。就大厂之间相互借鉴，其实这件事本身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能一味的照搬。什么东西不是说从国外的市场的手机的功能拿到国内来说，就一定是好用的？对，一定要经过本土化的去转变的。比如说像小布这个动画，说白了当第一眼看第一眼就是很果味，就是很果味。但它的优势在于哪里？它做了小布记忆，它做了本地的 DeepSeek 的接入，这些落实到实际，就是对大家来说小布更好用了。对于本土优化 ，OPPO 这方面做的其实不错，它不是只抄了一个外壳。刚开始还会笑一下，说我靠，这不是苹果或者这不是什么？但你用着用着发现，哎，确实还挺好用的。我觉得这个是 OPPO 做对了的地方。就是我认为啊，OPPO 其实也想明白了，就是你很难在国内达到华为或者苹果的口碑。那我就退而求其次，我把最高端的用户们伺候好，然后他们但凡想买台安卓机，首先想到的第一个是 OPPO。我觉得这就是 OPPO 的策略。但我觉得下一代就可能 OPPO 不要这么的强调，哎，对啊，你宣发官方宣发别这样，对，让我们媒体来说就行了。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是，你们觉得下一代的
OPPO 的超大杯有什么期待？有没有可能做到整个安卓阵营的一个顶端，站在一个巅峰的状态？安卓的顶端，那目前国内3大厂 OPPO、vivo、小米，它要超越小米从把荣耀给踢出去了哦，还有荣耀，荣耀的也还行，算了不提了。它目前我只希望它站稳脚跟，别再犯错误，别再作了是吧？是啊，别犯错误就行。我不希望他啊，就是孩子一样，自己的孩子，你别犯错误，我也不要求你考什么清华北大。对，维持现状，维持现状。我其实对 OPPO 这一代的软硬件2方面吧，第一点，它还没有息屏常亮的功能，实况窗这功能，其实还可以再进一步完善。比如说，像之前我提到一点，就是快到地铁站它会提示公交卡，但你能不能就说把这个提醒功能放到实况窗上面，而不是小布建议？对，我还回到主界面去看，这个不太方便。然后其实就是外观了，外观这个确实耐看，但是不够惊艳了，它不够符合一个 Ultra 的一个定位，甚至包括现在大家都在做小米、vivo 都在做影像套装。你既然是影像旗舰了，那我就为什么不去做个极致点的呢？虽然可能它是个配件，不一定很多人去选购，但你需要去做。你现在这个功能按键不好用，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做个手柄，它会变得很好用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大家需要去考虑的点。我其实是希望 OPPO 继续坚持这个均衡的产品线的，就特别难得的。如果它真的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，我是很希望 OPPO 能坚持下去。然后，但是我同时也希望 OPPO 在下一代的产品上，就是官方更加强调它 Ultra 的定位，比如说有更好的官方的配件，比如说双拼材质，更有辨识度的外观。我觉得把这几个元素 Ultra 的元素套上去以后，再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定位上，那可能 X9 Ultra 对我来说，它可能既好用，然后又有足够的差异性，至少不会像现在显得那么平庸。这个第一次我们工作室尝试这种内容形式，不知道大家伙觉得怎么样？然后如果各位喜欢这种形式，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一定要点赞、评论、投转发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聊哪款产品的话，可以再打在这个公屏上。然后那我们下期直播间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